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最近我有机会开了一辆有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 Model X， 还去特斯拉的展示厅看了 Cybertruck， 所以我就顺便做了一期视频，来说一下几项我观察到的问题。我们以前特斯拉的视频经常会说到特斯拉的缺点，不过我想先声明，本频道是以非常客观的角度，以使用者或是购买者的角度做出评论的。我个人不但持有一些特斯拉的股票，而且我对自己的特斯拉 Model 3还算满意，也的确考虑过未来购买 Cybertruck。因为特斯拉目前还是有航距和加速度以及它的超级充电站的优势。超级充电站最近也开始开放给其他品牌充电了，像是 Rivian 最近好像也可以用了。他们肯定是要和特斯拉签合同，付费来让用户使用，所以我没有理由刻意去拉黑特斯拉。我们将会先说说 Model X 以及全自动驾驶，然后参观一下 Cybertruck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Model X 最主要就是空间大，然后有这个海鸥翼，按一下它会打开，然后内侧有这个按钮可以关闭。有时候感应会出一点问题，像我这次使用时下了雨，它就侦测到门有异物就关不上了。这个时候长按这个按钮就可以强制关闭。开门的话跟 Model 3一样，有一个电子按钮，然后会有一个紧急的手动开关。这种大车后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屏幕，可以操控空调或是看视频。我记得旧版的 Model X 内饰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过这个新版的改的跟 Model 3差不多。空调是一整排的出风口，连出风口上方的这个看起来很便宜的仿木头的装饰都是一样的。然后除了中间的屏幕，驾驶座前方比 Model 3多了一个小屏幕，把驾驶的路况、红绿灯以及车速和限速显示在这里，的确合理一些。这款是 Plaid，所以方向盘是这种运动型的方向盘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用，因为上方没有地方抓。我们之后参观 Cybertruck 也会有类似的方向盘，不过那个上方其实是有地方抓的，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向盘。还有一点跟 Model 3不一样的是，它方向盘两边的操纵杆都没了，前进和后退是靠滑动萤幕左边来操控，向上是前进，向下是后退，停车则是一个按钮。左转和右转变在方向盘上，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习惯。自动驾驶的话，方向盘右边的滚轮按2下就会启动，跟辅助驾驶一样。你的手需要在方向盘上，不然久了的话它会自动取消。转动滚轮则可以调整速度的上限，也可以调整它自动驾驶换道的积极性。调高的话，它换道和超车都会很积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转弯和换道都挺准确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萤幕上是有显示红绿灯的，我其实就只有试了一下，不过它就闯了一个红灯，算是刚从黄灯转红灯，但是我蛮确定它过去时已经红灯了。我原本以为这可能就是积极性太高了，不过我在网上看，其实这问题至少在2023好像都还是一个常见的问题。这是一台 Loner， 所以我不知道它软件有没有更新到最新，或是新一点的软件这问题解决了没有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自己开比较安全，因为你要在它闯红绿灯的瞬间就踩刹车，并在它超过斑马线之前做到，这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所以这已经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它在帮你开能不能解决的问题了。所以各位在购买或使用全自动驾驶时，千万要注意这点。接下来我们来看 Cybertruck， 这车子真的挺大也挺高的，尤其是前面这片玻璃和一根超长的雨刷，看起来都很大气。Cybertruck 整体是用不锈钢做的，其实这并不是车厂第一次使用不锈钢。如果各位看过《回到未来》的话，时光车 DMC-12 DeLorean 其实也是不锈钢制的，也有海鸥翼哦。但是总共也就制造了不到9000台，就是因为不锈钢非常难处理，导致成本高昂，这也可能是拖慢交货的主要原因。Cybertruck 车身防弹，但是只能防小型的手枪或是步枪，大一点的步枪就不行了。但是玻璃是完全不防弹的，顶多就是防球击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车头灯非常有现代感，线条也很特殊，轮子真的还挺酷炫的。不过我进展示厅瞬间的第一反应是，这不锈钢的材料真的是指纹收集器啊！我还没有接触到它就有大量的指纹。它开门还是很不一样的，门上没有把手，它在每个门后面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就会开，还挺特别的。后面的显示屏和 Model X 的大同小异，上面可以播 YouTube、Hulu、Twitch、Netflix。跟前面的平板不一样，这个在行驶时是可以看的，不过目前并不支援我们播自己的影片。
前方的方向盘是长方形的，至少上面有地方抓，我觉得比之前 Model X Play 的好。不过每个人的喜好可能不一样，这中间的符号变成了 Cybertruck 的符号，而且上面写的不是 Tesla， 一样操纵感都不见了。左边和右边变在方向盘上，我猜前进和后退和停车八成都跟 Model X 差不多。不过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是，这个后照镜跟这个车子比起来真的是太小了。它总共还是有5个座位，前面2个，后面3个，没有6座的选项。我没有录，不过这后面3个椅背是不能倒下去的。不过这个座位可以折起来，让后座地上有比较多空间放东西。后面有一片塑料感很强的玻璃，上面一样有很多指纹。它平时是被后面的背板挡住的，后面的背板是可以用按钮操控的，只有它完全降下去的情况，后面那块玻璃才会露出来。这也代表必须要这样，这块很小的后照镜才有作用。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们觉得后照镜小也没有差吧。还有一点是我比较介意的，这些不锈钢板的边缘感觉都很锋利，虽然这样看起来可能好看一些，但是我觉得感觉有点危险，不小心可能会被割伤。就安全性来说，其实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安全，好像是因为车体太硬，导致车内的冲击接收量反而变多了。不过网上有一些冲撞测试比对是错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只有 Cybertruck 撞的是整面墙，其他的其实只有前头斜边的侧撞，英文是 front overlap。有很多人抱怨 Cybertruck 对其他小车以及行人很危险，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卡车都有一样的问题。就算 Cybertruck 用了比较重的不锈钢板，其实整体的重量并没有比大部分的卡车重太多，也比一些更大的卡车轻。我们可以看到 Cybertruck 大概6600到6800磅，最常见的 Ford F-150 大概是4000到5800磅，验车的 F-150 Lightning 最高达6000至7000磅， F-250 也到达了5600到7600磅， F-350 更高达5800到8100磅，普通的 Hummer 也有4000至7000磅， Hummer EV 更高达9000至10000磅。所以说是不锈钢板重，其实应该是电池重。除了没有6座的选项外，目前 Cybertruck 也没有任何版本达到原先宣传的500英里航距，应该是说连350都没有。它的交货时间长度目前也很有问题，只有说是2024后期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交货时间，希望之后会慢慢改善。这样我们就介绍完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